如果我问你，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就你所知是谁呢？打开富比士排行榜，有科技巨头比尔盖茨、贝佐斯、马斯克等人，又或者是专门卖奢侈品的跨国集团 LVMH、股神华伦巴菲特等等。其实曾经有个人富有程度是贝佐斯加上比尔盖茨还远远比不上的，他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一代约翰·洛克菲勒。他的资产累积在1913年达到9亿美元的规模，根据现在的货币价值去换算，相当于4000亿美元，远超过富豪榜上的任何一人，甚至是巴菲特的4倍。一个人就占了美国当年一整年 GDP 的3%。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当初，洛克菲勒以石油垄断为基础，不断扩展对于金融机构的掌控，将势力范围深入美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今已经超越摩根财团，成为美国10大财团之首。在美国16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就有8家属于洛克菲勒财团。这个财团拥有庞大的金融网络，以大通曼哈顿银行为核心，并包含上百家的金融机构，并且通过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许多工矿企业在冶金、化学、橡胶、汽车、食品、航空运输、电讯事业和军火工业等各个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如此，洛克菲勒财团在政府中也安插了大量代理人，对美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透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渗透到教育、科学、卫生、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扩大其影响力。可见的厉害的不只是初代的约翰·洛克菲勒本人多会赚钱，而是他们家族经过100年，历经7代，都还能在世界上占据巨头的位子，实现了传说中的富过 N 代。我们常说富不过3代，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在美国标普500里的家族企业里，有高达88%的企业无法传到第3代，而当中只有5%能够持续替股东创造获利。就算只看财富的传承，也只有17%能富过3代。正如同乐透得主多半会立刻辞去工作，以为自己的财富永远花不完了。但真相是，人类的欲望无穷无尽，如果没有持续的收入，再怎么大笔的钱终将会有花完的一天。而且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侈的生活一旦成为习惯，就像把财库装了一个关不上的水龙头，水流光了才会停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了乐透或是刚好搭到10代顺风车而暴富一时的暴发户，最后居然会变得比原本还穷。我们可以先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很有钱了，却还要在别的领域再度创业，开创新事业？为什么很多人很有钱了，还要学习投资的眼光，或是养投资团队？就像我们股市投资这个行业，很常有网友说：啊，你自己投资不就很会赚了，自己赚就好了，干嘛还要教别人？啊，你公司就已经让你赚到可以花3辈子了，你干嘛不退休？好，那我们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投资家或各行业的翘楚，明明都有钱到爆了，却还要在别的领域做投资，或在不同的领域开创新事业？我跟你说，懂得如何赚钱的人都知道，要善用身边所有可以动用的人脉、知识、资源、金钱、技术，收购、合作，去创造一条接一条的新的收入，根本不会因为自己原本发家的行业已经做得很好了，而停止了开创的脚步，或是停止赚钱的脚步。原因很简单，我随便举2个。第一个，很多人很努力在工作上、学习上、创业上、投资上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追求钱，而是追求实现人生的信念，圆满自己脑海中对人生的蓝图。好比说苹果创办人贾伯斯，他起初创业在找合伙人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合伙人的：你要下辈子继续卖糖水，还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是他的信念，他的出发点。可见摆在他心中第一位的念头并不是赚钱，即使苹果公司已经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贾伯斯依然是为了继续改变人们的生活而拼命研发不同的产品，并不像多数人一样，工作是为了赚钱、有社会地位，或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这种会主动持续努力去开创金流的动力，也许是天生的人格特质使然，也许是心中还有其他还没实现的理念，
也许是对客户对员工的责任心，也许是后天的环境影响，或后天对金钱观念的学习。不论是哪一种，我们现在可能都还无法想象，无法理解，因为口袋的钱还没有多到花不完的程度。当我们达成财富自由的时候，领悟也许就会不同了。第二个原因，无论富人持续努力赚钱是基于什么理由，我们先定义能被称为富人的基本门槛。我认为至少净资产要超过1亿。我敢说，10之8九能成为富人的人们都不会只有单一收入。如果你也曾经有这种疑问，心里觉得网络上、电视上、各大媒体上各种老师、大师、专家既然这么厉害，干嘛要分享出来？自己默默赚就好了。那可以先反问自己，你有善用所有现有的资源去开创多元收入吗？还是稳定的收入只有单一条呢？你有人生蓝图要去拼凑吗？所以投资不只能让穷人达成阶级翻身，一旦有钱也代表你要守护的东西更多了。学习守护自己的财富，并运用已经拥有的资源去赚取更多资源，才不会坐吃山空。我自己以及我身边许多能称得上富人的朋友，都是没有停止学习，没有停止创造金流的。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观念很有兴趣，或是想学习股票、期货、美股、比特币、ETF 等金融商品的波段投资方法，你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系统演算法也会推荐你其他同类型的影片，让你方便学习。说回到洛克菲勒，他们家族能够维持100年的财富跟巨大影响力，当然也是有一套家庭秘籍。而且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约翰·洛克菲勒本人写给他儿子的家书来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有些人会认为，听这些成功故事不就像是在问别人如何中奖一样没有意义吗？时势造英雄，我们又没办法复制他们成功的要件。我现在必须明白地告诉你，时空背景确实是不能复制，但赚钱的观念跟逻辑绝对是可以传承。不然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能一代传一代？又或者我的粉丝为什么可以透过跟我学习，成功为自己也带来堪比上班薪水的收入或更高？重点还是在于你的学习态度。如果你只会抄答案，那答案抽走，考题一换，你一样不会写。但如果你学习的方向是如何考前准备，如何解题，那今天你只要学会方法，是不是未来所有考试都能一再运用跟验证呢？今天我将会从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0封信这本书挑选一些章节来跟大家分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巴菲特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洛克菲勒那样对我的投资人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坦诚，我的投资哲学是建立在洛克菲勒的睿智之上的。前任美联储主席、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也说，这些信件的价值比洛克菲勒家族富可敌国的全部财富还要宝贵。1839年，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中部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个扎扎实实的骗子，平日靠卖假药和骗钱为生。从小，父亲就不断向他灌输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信念，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勤俭的浸信会信徒。因此，洛克菲勒在2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下成长，形成了他既贪婪于赚钱，又懂得节俭守护财富的性格。洛克菲勒做过各式各样的底层工作，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即便在那些单纯的劳力工作中，洛克菲勒都能找到提升效能的方法。在南北战争即将开打之际，洛克菲勒闻到了商机，跟一个名为克拉克的朋友决定各自出资$2000成立农产品贸易公司。很快的，因为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洛克菲勒靠着在战火必经之处囤货卖出，存到他第一桶金。1859年，在宾州一个小镇开始有人试图挖出被称为石油的东西。当地石油资源丰富到有时候甚至直接漂在河面上，但却没人知道石油的用途，只用它来作为关节僵硬的涂抹剂。1年后，洛克菲勒来到小镇探查，发现已经有大量投机者进驻，他们都担心石油很快被挖完，急着捞一笔。但洛克菲勒观察行情后得出了现在下场还太早的结论。1862年，因为市场供过于求，原油价格暴跌至每加仑$0.13，但运费却高达$3。
洛克菲勒看到报纸上的消息，认为时机已到。他的合作伙伴克拉克却不同意投入石油业，洛克菲勒决心孤注一掷，以7万美元接管公司，后来改组成了标准石油公司。1872年，3大铁路公司之一的宾州铁路找上洛克菲勒，提出成立铁路大联盟的计划，也就是大型石油业者可享受高达25%至40%的运费折扣，同时中小型石油业者却要面临上涨的运费。洛克菲勒同意加入，导致其他业者纷纷传言运费翻倍，最终泄露的消息引发公愤，计划流产。但此时，洛克菲勒借由别人对他的恐惧，迅速收购26家竞争对手中的22家，甚至曾在48小时内收购6家炼油厂，史称克利夫兰大屠杀。此时，标准石油控制了全美90%的炼油产业，它同时也并吞了像是油桶制造、油管运输等等的相关产业，成为美国最大且唯一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儿子看着父亲在商场上运筹帷幄，也知道自己接下来就要成为帝国的接班人，很早就对商业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这封信就是洛克菲勒在告诉他儿子，不要只是盲目想着经商，必须先做好规划。他在信中引用了一句名言，在起跳之前瞧瞧前面，播下的种子该收割了，并叮嘱儿子此刻就要立下未来5年间周密的训练计划。他说，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应尽一切可能去努力培养达到目标的充分自信。你的世界大小是由你决定的，伟大的成就源于崇高的理想。只要你下定决心，宇宙万物都会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事业。还分享了他曾经做过各种最需要吃苦耐劳、流汗最多的肮脏的工作，当时工厂实行轮班制，一天要做8小时，一周6天。在如此艰困的环境里，他发现2件事：第一，就是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必须从事这种工作；第二，就是这些人将一生中最为可贵的时间都耗费在条件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下。这也让他埋下决心，不要跟这些人为伍。最后，他也提到，教育制度，施教者不会改变，与其抱怨制度，不如钻制度的漏洞。法兰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富有，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沉静。因此，这3件事需要不断在人生道路上学习跟实践。洛克菲勒相信，运气是可以被规划出来的，不止从商前应该有充分准备，投资也是如此。方向做对的时候，很多人反而会更害怕抱不住。确实，投资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你无法保证每次判断都100%精准。然而，拥有一个好的交易策略，可以在运气好的时候让你大幅增加收益，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则可以控制损失。举例来说，如果在投资过程中，你使用相同的策略，在8次交易中分别做对4次和做错4次，关键在于做对时的收益要大于做错时的损失。例如，如果你在第3次投资中赚了10%，第5次赚了40%，第7次赚了60%，第8次则大赚200%，而其他4次错误的交易都只有2%的损失，最终你的总收益会是302%。这代表，就算你的胜率只有50%，虽然跟丢铜板正反面一样，但只要能够在做对时赚得够多，赔的时候赔得够少，整体就是能够持续稳定的维持正报酬。这种高盈亏比的策略，就是在告诉你风险管理和满足点设定的重要性。关于如何做好这个策略，怎么看对方向，怎么设定满足点，你可以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找到更多资讯。建立一个有效的交易策略，不仅是对抗不利运气的盾牌，也是把握顺利时机的剑。洛克菲勒是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但他可不是靠着单纯的储蓄来达成的。他认为赚钱之后不能够只是死守着钱财，有时候为了前进，你必须先付出钱财，投资自己才能让自己拥有未来还能继续赚钱的能力。有时前进的需要会比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个铜板更为重要，有时候甚至值得我们倾囊而出。如果你想成为100万富翁，要先学习加入他们的世界，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赚几100万的人不一定比只赚几10万的人更聪明，但他们懂得如何运用跟你一样的才智来得到数十倍的报酬。
差别就在于他们会真的去运用，会去实践，把精力放在正确的地方，让复利去发挥效果。用钱滚钱永远都是最有效率的。如果你想要赚钱，就必须要尽可能接近金钱。不管你选择哪种方法处理钱财，都要铭记这条真理：有多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样运用它。在洛克菲勒家族里，很重视一个观念，就是优秀的人从来没有借口。一个优秀的人在失败时，不是去找借口，而是勇敢地承担责任，努力找到完成任务的方法。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他就怕犯了错误却不承认错误，这是无法成长进步的根本原因。一个人在面临挑战时，总能为自己未能实现某种目标找出无数个理由，而实际上你应该抛弃所有的借口，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投资上的失败，你可以归咎于运气不好，归咎于机构割韭菜，但那些都只是借口，对你的成功一点帮助都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是认知到自己能力不足，一样的投资标的，一样的 K 线图，为什么我能从中看到未来趋势，看到赚钱机会，轮到你操作却总是赔钱？我也有过那种怎么做都不对的时期，但比起找借口，找能安慰自己的新闻，找网友群组同温层诉苦讨拍，我宁可选择把自己整个打掉重练，找出真正有效的 SOP， 专注在提高对未发生的趋势的预测能力。你回想看看，你心里虽然期待从金融市场里稳定获利，但实际上你付出了多少投资自己提升技术的心血呢？洛克菲勒说，除了借口，你给出什么就得到什么；除了借口，你送出什么就拿回什么；除了借口，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我们给出的越多，得到的回报也越多。我也相信，你付出越多时间、心力来精进自己的脑袋，以及不断努力练习的过程，那些努力都会化成对于未来的保障，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来回报你。洛克菲勒在这章分享了他在做出重大决定时的思路，这么做你永远不会后悔。三思而后行，先听后判断，诚实经商，思先于言，捍卫自己的信条，净化自己的思想。我们常见的错误是认为某个方法既然其他人都能获利，自己一定也能获利的这种想法。看着别人玩当冲就跟着当冲，开高倍杠杆就跟着开，以为自己能一步登天，一心以为自己与其他人一样运气好，但事实上飞蛾扑火的行为让等待已久的大鳄们吞噬一空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最后，我们用第27封信攀登顶峰来作结。伟大人物所达到和保持的高度，并非是心血来潮一蹴而就，而是在晚上当同伴们都入睡的时候，他们正努力向上攀登。就像华盛顿所说的，要勇敢挑战强大的事物，赢得辉煌的胜利，即使遭遇失败，也远远胜过那些没有奋斗精神的人。他们不会有太多痛苦，也不会享受太多喜悦，因为他们生活在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的灰色世界里。也许看完影片的当下不会有太多感觉，但你每天为了多赚一点菜钱，多赚一点小孩的补习费，出门张口就是要花钱，甚至想要买好一点座位的演唱会门票，每个月存不到钱又透支，很有感觉吧？为了前进，你必须先付出钱财投资自己。洛克菲勒抛弃所有的借口，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你要找的投资方法是学习看到未来趋势，看到赚钱机会。这些方法必须是可以被复制的，有系统的，不是凭感觉去把辛苦钱乱撒一通，那还不如去买乐透就好了。你可以从订阅我的免费文章开始，连结在下方资讯栏，一样的投资标的，一样的 K 线图，为什么我能从中赚钱，而你操作却总是赔钱？当你有了对未发生趋势的预测能力，你的世界大小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改变，那个成就感是远超乎赚那些小钱可以满足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可以先在这部影片左下角点个赞，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这样在未来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可以在播放清单里找出这部影片来反复咀嚼，让洛克菲勒给你灵感跟启发。想看到更多关于成功人士的秘诀，请在留言区打下+1，也把洛克菲勒的智慧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
布丁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重要的投资资讯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